听着，如果你今天坐在这里，是想让我告诉你哪个股票代码明天会翻倍，或者美联储下周降息后加密货币会涨到什么天价，那你现在就可以离开了，去把钱交给那些承诺让你一夜暴富的华尔街推销员吧。反正那些钱最终都会流进我们的口袋，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但我假设，既然你还能耐着性子坐在这里，说明你至少还残存着一点理智，一点点想要在这个疯狂世界里通过思考而非赌博来生存的愿望。现在的市场弥漫着一种令人作呕的乐观情绪，超过80%的投资者，包括那些自诩为专业人士、衣冠楚楚的基金经理，都在像巴甫洛夫实验里的狗一样，听到降息这2个字就开始流口水。他们的神经系统已经被这一简单的信号彻底劫持，条件反射般地冲向那些表面光鲜的标的、毫无盈利的科技股、空气一样的虚拟货币，还有那些摇摇欲坠的高风险债券。他们认为那是狂欢节的入场券，是另一场盛宴的开始。这简直是愚蠢至极。这种愚蠢不仅是智力上的懒惰，更是道德上的堕落。总是反过来想，经常反过来想，这是我这辈子最有效的思维模型之一。如果每个人都觉得降息是好事，那么灾难可能就不远了。如果美联储真的开始大幅降息，那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不意味着天上会掉馅饼，也不意味着上帝突然决定让每个人都发财。它意味着经济这部巨大的机器，它的引擎坏了。货币政策从来不是点石成金的魔杖，它只是一个试图调节温度的恒温器。当医生给你打肾上腺素的时候，通常是因为你快要死了，而不是因为你想去跑马拉松。那些欢呼降息的人，就像是一群在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后，因为船长下令发射信号弹而欢呼雀跃的乘客。他们以为那是庆祝烟花，殊不知那是求救信号，因为他们总在重复同一种错误，把货币政策转折点当作狂欢节，而非战略部署的哨声。更危险的是，他们对于风险的嗅觉已经完全退化。看看那些被追捧的公司，市盈率高达300倍却毫无现金流，他们就是只有在流动性泛滥时才会出现的怪胎。当真实的经济数据，那些残酷的冰冷的现实被揭开时，这就不是投资了，这是戴着虚拟现实眼镜跳悬崖。我必须坦率地指出，美联储降息从来不是为了拯救你的投资组合，而是试图挽救濒临崩溃的就业市场与经济活力。任何向你承诺降息等于普涨的人，要么是金融文盲，要么是别有用心的推销员。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存在的只有价值重估的机会。你可以用流动性换取收益，用防御性换取成长性，用确定性换取想象空间，但你绝对无法在同一时刻获得最高安全性、最强成长性和最完美流动性。妄图打破这个不可能三角的人，最终都会被市场生吞活剥。接下来我要剖析这3类资产，这是我这把老骨头经历了6轮降息周期，看尽了无数聪明人破产后提炼出来的生存法则。其中第3类，在降息初期总被市场嗤之以鼻，却能在经济衰退真正来临时成为你的诺亚方舟。我建议你认真理解每个资产的具体配置逻辑，这些细节都浸透着无数投资者破产的教训。错过任何一条，都可能让你在下一个经济寒冬中瑟瑟发抖。让我们从最无聊但也是最重要的事情说起。每当降息周期开启，理智的投资者首先应该配置的第1类资产，是那种沉闷到让投机者打哈欠的品种。在这个多巴胺过剩的时代，
人们总是渴望在降息消息公布的当天抓住一只暴涨的黑马，沉迷于账户数字跳动的快感。这种对于及时满足的病态渴望，是人类大脑在进化过程中留下的缺陷，也是你们在股市亏钱的根本原因。你们真正需要的是经济下行期的现金流堡垒。我指的是那些穿越了半个世纪的经济周期依然屹立不倒的持续派息企业。不是所有的高股息股都合格。我不看那些因为股价暴跌而显得股息率很高的陷阱，我只看重那些连续25年以上每年提高股息的公司。市场称他们为股息贵族，但我更愿意称他们为具有持久竞争优势的幸存者。真正的长期主义不是因为你持有了一只股票10年，而是因为你持有的企业在10年里每天都在为你赚钱，并且赚得比去年更多。这些企业拥有一种被现代投资者抛弃的品质——持久力。他们不仅仅是在经济繁荣时分红，在衰退期，在降息期，他们依然在提升分红。这听起来违背直觉吗？如果你理解了复利的力量，你就不会这么想了。回顾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美联储为了应对危机大幅降息，那时候硅谷的那些所谓的未来之星，那些号称要改变世界的科技公司成篇破产，股价归零。而像沃尔玛、强生这样的公司，他们的股息增幅反而创下了新高。这并非偶然，而是源于他们反周期的盈利能力。他们构建的商业模式是基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在商业世界的体现。无论利率高低，他们都能持续产生自由现金流。当降息周期启动，往往伴随着经济放缓信号。这时候，消费者会削减奢侈品开支，可能会推迟购买新车，甚至会减少外出就餐，但他们绝不会停止购买食品、药品和电力。这种需求的刚性特征使得必需消费品、医疗保健、公用事业领域的股息贵族成为降息初期最该持有的资产。绝大多数人都误判了降息的意义，他们认为宽松货币政策必然利好高成长股，这完全是倒因为果。真正的逻辑是，降息往往预示着经济疲软，而在经济疲软时，确定的现金流远比虚无缥缈的成长故事珍贵10000倍。即便沃尔玛的股价在降息首月下跌 15%， 我根本不会在意。我真正在意的是，它是否还会按时寄来股息支票。答案是肯定的。因为经济衰退时，人们不会停止购买感冒药、卫生纸和婴儿奶粉。人类的基本需求具有惊人的韧性，即便股市崩盘，这种确定性也比任何人工智能概念股承诺的颠覆性创新更可靠。股息贵族在降息环境中的精妙之处在于，它优雅地解决了3个关键难题。第一，它提供持续收入，让你不必在市场恐慌时被迫减持持仓。这在降息周期至关重要，因为初期市场常伴随剧烈波动。如果你依赖股息生活，你永远不必在低点抛售资产来支付账单。你不需要为了买面包而卖掉面包机。第二，它提供通胀对冲。优质股息贵族拥有定价权，能在成本上升时提价维持利润率，这与固定收益资产形成鲜明对比。当货币贬值时，他们的产品价格随之上涨，分红也随之增加。第三，它自动完成仓位再平衡。当股价下跌时，如果你选择红利再投资，同样的股息能买入更多的股份。这种机械式的低位加仓远超大多数人情绪化操作的效果。你不需要聪明，
你只需要让数学为你工作。肯定有人会质疑，在降息周期中债券更有吸引力，这话只对了一半。公司债确实收益率上升，但企业违约风险也在同步攀升。而那些连续数十年提高股息的公司，其财务稳健度实则是企业债市场的定海神针。以宝洁公司为例，自1954年起每年提高股息，历经9轮完整降息周期。如果在上世纪80年代降息周期持有该公司，在过去40年的每次经济衰退中，你收到的股息都在增长。相比之下，你去追逐当时最热门的科技股，或许能获得短期暴利，但也可能永远无法从2000年或2008年的废墟中恢复。在降息周期中，你输不起时间。我多年来反复强调，最佳投资组合是能让你在市场恐慌时安心睡觉的组合。股息贵族恰好具备这种特质，他们并非免于下跌，但他们的现金流从不中断，而支撑你长期持有的正是源源不断的现金流，不是那根跳动的价格曲线。如果我要在降息周期构建组合，我会将35%到45%的资金配置到多元化的股息贵族组合，至少覆盖12到15家公司，横跨消费必需品、医疗保健、基本公用事业3个关键领域。我再补充一个关于降息周期股息投资的真相，这不仅是财务策略，更是行为金融学的完美应用。当降息后经济数据持续恶化，财经主播都在预言大萧条重演时，你需要实实在在的锚点，不是分析师的预测，不是技术指标的背离，而是每个季度准时到账的现金。这就是你的心理防波堤。我见证过太多投资者在降息初期清空股息股，去追涨科技股，最终在随之而来的衰退中精神崩溃。他们没有锚点，没有任何事物在提醒他们自己持有的企业仍在正常运营，仍在销售商品，仍在创造利润。每笔股息到账都是在向你证明你的投资逻辑依然成立。你的财富增长不依赖下一个接盘侠，而是基于企业的真实盈利能力。这才是可持续的财富积累，这才是当所有人都在恐慌时你能保持镇定的根本原因。有些人看到初始股息率只有 2.5% 的股票，会觉得在降息环境中缺乏吸引力。他们没有错，但忽略了本质。初始股息率只是起点，关键在股息增长率。如果你在降息初期买入一支 3% 股息率的股票，而公司每年将股息提高 8%， 那么10年后，你基于原始本金的收益率就变成 6.5%。20年后，这个数字是 15%， 这就是股息复利的魔力。你的收入在增长，而成本锁死在买入价。与同期降息后收益率不断下行的债券相比，这是天壤之别。你买入一支收益率 4% 的10年期国债，未来10年都只能拿到 4% 的固定收益，没有增长，没有通胀防护。而优质股息成长股同时给你收入增长和通胀保护。优秀企业会随物价上涨提高产品价格，涨价后他们就有能力提高股息。你不是在对抗通胀，你是在借助通胀壮大。这就是为什么在降息周期，我始终建议持有优质股息股而非长期国债。没错，股息股在降息初期可能表现平淡，但平淡和风险是两回事。平淡是价格暂时落后市场，风险是本金的永久性损失。只要现金流持续增长，平淡终会过去。但追逐热门股犯错导致的损失，可能永远无法挽回。股息贵族还有个鲜为人知的优势，
它们是天然的公司治理筛选器，要连续25年每年提高股息，管理层不能过度杠杆，不能进行愚蠢并购，必须保持充沛现金流。这种资本配置纪律恰恰是降息周期中最珍贵的品质，不是那些靠廉价债务扩张的企业，而是那些以财务稳健为生命线的公司。还有一个难以量化但至关重要的特质，股息贵族的业务通常简单到无聊，他们不改变世界，也不颠覆行业，他们只是在生产牙膏、电力、降压药，这听起来毫无想象力。直到你意识到无聊的生意往往活得最久，而刺激的创新常常夭折。我亲历过无数革命性技术企业灰飞烟灭，但从未见过金百利公司那家造纸巾的企业破产，因为擦鼻涕从来都是生活必须。这种可预见性值得你付出溢价。接下来我们要谈谈债券。如果你觉得刚才讲的股票已经很无聊了，那债券可能会让你睡着，但请保持清醒，因为这是让你避免破产的关键，是你的诺亚方舟。降息周期中关于债券配置，其逻辑比第一种更反直觉，而这恰恰是为何90%的投资者会误判的原因。人们本能地追逐降息后收益率更高的长久期债券，误以为锁定高利率就是聪明，但真相是，在降息起点，长久期可能是致命陷阱。我指的是剩余期限3到7年的高信用等级债券，具体而言是最高信用评级的公司债或政府机构债。不是任何债券都行，而是那些发行方财务稳健、流动性充沛的品种。在美联储开始降息时，长久期债券确实会因利率下降而价格上涨，但这种资本利得是镜花水月，因为降息往往伴随经济恶化，企业违约风险上升，信用利差扩大，可能完全抵消利率下降的收益。你需要的是平衡利率收益与信用风险的最佳点。绝大多数投资者在降息周期犯的经典错误是过度延长债券久期。他们买入30年期公司债，期待复制1980年代债券牛市的辉煌，这完全是刻舟求剑。当前全球债务规模与40年前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利率下行空间有限，但信用风险前所未有。在降息周期持有长久期低信用债券，等同于在泰坦尼克号上争抢头等舱座位，短暂虚荣后是永恒沉寂。短久期优质债券的精妙之处在于，它实现了3重保护。第一，利率风险可控，即使美联储降息幅度不及预期，短久期债券的价格波动也远小于长久期品种。第二，再投资优势，当债券在3到5年后到期，你可以将回收的本金以当时可能更高的利率再投资。如果经济陷入通缩螺旋，降息可能持续数年，但如果通胀卷土重来，你手里的现金就是王道。第三，信用风险缓冲，短久期意味着你更快拿回本金，大幅降低发行方违约概率。以2006到2008年降息周期为例，那些在联储首次降息时买入7年期顶级信用债券的投资者，最终年化回报超越30年期国债4个百分点。因为当危机深化时，长期国债虽受避险资金追捧，但公司债市场冻结导致的流动性危机让长期公司债暴跌，而短久期高等级债券始终维持着稳定现金流和到期本金保障。如果我要在降息周期配置债券组合，我会将25%到35%的资金投入3到7年期优质债券，
平均到期收益率不必追求极致，但信用评级必须全是 A 级以上。你需要构建一个包含12到20只不同发行方的债券组合，覆盖公用事业、制药、必需消费品等防御性行业。这样做的目的不是博取最高收益，而是构建稳健的收益基石。而在降息周期中，稳健的收益基石远比冒险追求资本利得更重要。我理解人们对债券收益率的失望，觉得跑不赢通胀，但你们看的是名义数字。当降息开启，通胀往往以更快速度下降，这意味着真实收益率可能在上升。更重要的是，债券在组合中的角色不是提供刺激，而是提供稳定。在降息周期，稳定本身就是稀缺资源。短久期债券还有个关键优势，它给你未来选择的自由。当这些债券陆续到期，你会获得持续现金流，可以在降息中后期配置更具吸引力的资产。而那些将所有资金锁定在10年期债券的人，只能眼睁睁看着收益率曲线下移而错失机会。在投资中，灵活性就是价值。在降息周期，灵活性的价值呈几何级数增长。肯定有人会反驳，降息周期中股票预期收益更高，何必配置债券？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是组合构建的癌症。债券存在的意义不是击败股票，而是降低组合整体波动。当降息周期演变成经济危机时，所有资产相关性会趋近于1，只有高质量短久期债券能提供真正意义上的分散化。这种分散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我经历过1990到1992年降息周期，当时那些全仓股票的投资者在1990年经济衰退中资产缩水40%，被迫在底部割肉。而持有30%短久期债券的投资者，既避免了恐慌性抛售，又有弹药在1991年市场低点加仓。这种战术优势是单纯股票组合永远无法提供的。债券配置中最危险的倾向是追求收益率而降低信用标准。你会看到很多次级债券提供诱人收益率，但在降息周期中，这些准垃圾债的违约风险呈指数级上升。记住，在降息周期，资本保全远比收益重要。你无法通过高风险债券实现财富自由，但完全可能因此堕入贫困。短久期优质债券还是应对政策失误的保险。当联储降息，但经济继续恶化时，市场会开始质疑央行能力，导致风险资产第二轮暴跌。这时，短久期国债和机构债会成为最佳避风港。2001年联储连续降息后，科技股继续暴跌40%，就是活生生例证。债券配置的比例应该与你的年龄成正比，与市场估值成正比。当降息周期启动时，若股市估值处于历史高位，如当前标普500周期调整市盈率超过30倍，债券比例应该上调。这不是市场时机选择，而是风险补偿逻辑。在昂贵市场寻求安全，短久期优质债券是少数几个真正靠谱的选择。最后记住债券投资的第一法则，你不会因为持有高质量短久期债券而破产，但完全可能因为持有低质量长久期债券而破产。在降息周期，这个法则的重要性会放大10倍。所以第二支柱很简单，配置25%到35%的3至7年期高信用债券，不是因为它刺激，而是因为它安全；不是因为它收益高，而是因为它防止你犯错。降息周期中第3类必须配置的资产是市场最易忽视的品种，因为在降息初期，它们往往表现平平，
被那些高贝塔资产远远甩在身后。但正是这种特性，使它们成为降息后期最珍贵的压舱石。我指的是那些在必选消费领域拥有定价权的龙头企业。不是所有消费股都合格，而是那些市场占有率超过30%、品牌认知度跨越代际的公司。他们被分析师贴上成长性不足的标签，却能在经济衰退时提供惊人韧性。当降息周期深入，经济放缓从预期变为现实，消费者会削减一切非必要开支，但不会停止购买厕纸、洗发水和速冻食品。这些企业的精妙之处在于其反脆弱性。经济越好，人们买他们的商品；经济越差，人们更买他们的商品，因为降级消费这种特性在降息周期中后期展现出强大威力。2008年金融危机最严重时，沃尔玛同店销售额增长 5.7%， 可口可乐全球销量仅下降 1%。 当所有资产都在暴跌时，这种稳定性就是无价之宝。绝大多数投资者在降息初期犯的错误是过早抛弃防御性股票去追逐周期性股票。他们看到首次降息后就买入汽车股、航空股，期待经济快速复苏。但历史数据显示，从首次降息到经济真正见底，平均需要18个月。这18个月里，必选消费龙头股的累计收益往往超越周期股20个百分点以上。如果我要在降息周期构建组合，我会将 15% 到 25% 资金配置给3到5家必选消费龙头股。选择标准不是短期增长率，而是市场份额、定价能力和现金流稳定性。你需要的是那些每天被数十亿人使用却无人注意的品牌所有者，不是那些依赖营销炒作的新消费概念。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获取超额收益，而是确保在任何经济环境下都能存活。而在降息周期，存活就是胜利。必选消费股在降息环境中的独特优势是，它们提供天然的通缩保护。当降息无法阻止经济滑向通缩时，这些公司可以通过降价扩大市场份额。因为固定成本占比高，销量增长能抵消单价下降。这种灵活性是其他行业不具备的。宝洁在2009年通缩期间通过降价策略，市场份额反而提升 2.3个百分点。我知道有人担心消费股估值偏高，在降息周期起点，它们确实不便宜。但你要明白，为优质防御性资产支付合理溢价是值得的。就像为房屋购买火灾保险，你希望永远用不上它，但一旦需要就是救命的。消费龙头股就是组合中的保险，它们的价值不在平常时期体现，而在危机时刻爆发。消费股还提供隐藏的期权价值，并购溢价。当降息周期持续，资本会自然流向最安全的资产。那些现金流稳定、业务简单的消费龙头会成为大资金避险的港湾，甚至是大型并购的目标。这种并购期权是免费附送的。最后，记住消费股投资的核心，你投资的是人类习惯的惯性，刷牙、洗衣、喝咖啡。这些习惯不会因为联储降息而改变，也不会因为经济衰退而消失。这种稳定性在动荡的降息周期中就是最好的资产。当所有聪明人都在追逐变化时，那些坚守不变的投资者往往笑到最后。让我们来总结一下，这3个支柱：股息贵族、短久期优质债券、必选消费龙头，它们共同构成了你在降息周期的绝对防御体系。股息贵族提供源源不断的现金流，确保你在任何时候都有钱买面包。
短久期债券提供资本保全，确保你的诺亚方舟不会沉没，并且在暴风雨过后有钱去购买那些廉价的资产。消费龙头提供经济韧性，利用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来对抗宏观经济的波动。这个组合不会让你在降息首月登上收益榜榜首，甚至可能会让你在那帮赌徒面前显得有些落伍。他们会嘲笑你不够性感，不够大胆，错过了人工智能的浪潮，错过了加密货币的狂欢。但请相信我，当潮水退去，当投机的泡沫破裂，当那些所谓的聪明人在废墟中哭泣时，你会发现你的财富依然稳健增长。在长达70年的市场历练中，我学到的最重要教训是，聪明人不是那些预测最准的人，而是那些犯错最少的人。降息周期是错误的高发期，因为情绪会取代理性，贪婪和恐惧会轮流控制你的大脑。如果你能坚持这3个原则，不被短期噪音干扰，那么无论降息周期如何演变，你都能安然度过。给你们一个真实的案例，假设你在2007年年初开始降息时退休，把50%资金投入股息贵族，50%追逐当时最热门的金融创新股，那时所有人都告诉你金融工程是未来。到2009年，你的金融股组合暴跌80%，而股息股仅下跌25%。但关键是，股息股每年依旧提供稳定现金流，金融股多数直接归零。快进到2015年，你的股息股不仅收复失地，还通过复利创出新高。当初那笔投资带来的年收入可能已翻倍，而幸存下来的金融股仍在深渊挣扎。即使你幸运地押中唯一幸存的金融股，这8年里你也时刻活在恐惧中。与此同时，股息投资者只是收着支票安稳度日。这就是降息周期中投机与投资的本质区别。投机需要你每次判断正确，投资只需要你避免致命错误。而避免致命错误的最佳方式，就是持有那些经受过无数周期考验的企业。所以，当我说这3类资产是降息周期的支柱时，我谈论的不仅是收益，更是心理稳定、通胀防护、资本保全以及无视市场噪音的特权。所有这些都包裹在一个枯燥的外壳里。大多数人不会选择这条路，他们会去追逐降息后暴涨的垃圾资产，然后惨痛地领悟不存在无风险的暴利。别犯这种错误，接受高质量资产带来的适度回报，因为5年后高质量适度回报组合的表现将碾压那些高风险组合。超额回报不是靠激进，是靠存活和复利。最终，投资成功不取决于你的智商，这种东西在华尔街从来不缺，它取决于你的性格。在降息周期中，耐心比智慧更珍贵，纪律比灵感更重要。如果你具备这些品质，那么这3个资产类别就是为你准备的。如果没有，那么任何策略都救不了你。记住我常引用的那句古老格言，告诉我会死在哪里，我就永远不去那里。在降息周期中，多数人死在高估值的泡沫资产里，死在对流动性的盲目崇拜里，死在对自己智商的过度自信里。那么你的任务很简单，远离那里，坚守这3个枯燥但安全的领域。世界终会奖励这种枯燥，就像它总是惩罚那些无知的刺激一样。保持理性，保持耐心，让时间成为你的朋友，而不是敌人。这就是我想告诉你们的全部。